庆功宴的灯光下，女友挽着别人的手臂，笑着请我当伴郎，全场目光像刀一样刮过来。我没有歇斯底里，只是掏出一个红包，轻轻甩在她脸上。那500块就当是给这段烂感情烧的钱。她追出来，轻飘飘的解释，只是形式婚姻，等她拿到证明就离，然后立刻跟我领证，好不好？她还贴心的给我送了份新婚礼物。我微笑着点头，像吞下一颗包着糖衣的钉子。她以为我还爱着，欣慰的回去了。可她不知道，从她把我的真心踩进泥里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。我的爱不是垃圾，不会等着你第2次来见她。我平静地拨通了竞争公司的电话，按上次说的，我带着所有专业技术入职。第2天一早，我在同事们的目光中走进公司大楼，也看到了桌子上孟景川给我买的小礼物，一个街边15块钱买的一小角草莓蛋糕，桌上摆着孟景川送的新婚礼物。街边15块钱买的草莓蛋糕，草莓不知去向，只剩一张歪歪扭扭写着新婚快乐的纸条。我顺手把它丢进垃圾桶，连多看一眼都觉得浪费时间。我刚坐下收拾东西，公司聊天软件就亮了，是黎思雅发来的。你是不是还在生气？拜托你别这么小肚鸡肠，一个大男人至于吗？又不是不和你结婚了。我盯着屏幕，连冷笑都懒得回。那个15块的蛋糕，连草莓都配不起，就想来打发我。我把它扔进垃圾桶的那一刻，连同这段廉价的感情一起清空。他以为我是在吃醋，还让我别那么小心眼。一个大男人至于吗？也不是说不和你结婚了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纯粹是为了帮孟景川拿到龙国证明，否则像他这样的人才要是真离开了龙国，对公司来说绝对是巨大的损失。虽然我实在搞不懂，一个大学连25个学分都没修满，足足挂了10门必修课的人，怎么就能被称作人才？但我也没再多说什么，反倒是黎思雅见我不回消息，一直发个没完。领证只是个手续而已，只要孟景川的龙国证明办下来，我就会跟他离婚。你对我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？再说了，你也知道孟景川跟了我这么久，我真的舍不得放他走，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他说的这些话，我全当耳旁风，一个字都不信。难道一个小助理离职，整个公司就不赚了，还需要总裁亲自下场跟他假结婚？我心里清楚的很，这一切不过是黎思雅偏爱孟景川找的借口罢了。我礼貌性的回了个 OK， 没想到黎思雅顺着杆子就往上爬。既然这样，上次你给孟景川处理的那个项目，现在出了点问题，你去跟那个甲方客户对接一下吧。记住，别处理出问题，别故意给孟景川招黑。我冷笑了一声，怪不得给我发这么多废话，原来就是想让我替孟景川擦尾巴，给他招黑。这个项目原本就是我一直跟甲方联系的，是他孟景川看到这项目挣钱多才混进来的。这个项目提成高，甲方也好说话，是硬从我手里要过去的。没想到刚离开我手里2天就出了事，我实在想不明白，就这么一个说他是废物都算夸奖的东西，怎么还能说出别给他招黑这种话？孟景川一个刚进公司1年的外籍人，从黎思雅亲自面试他，让他当上自己小助理之后，黎思雅就像疯了一样。公司正处在发展期，正是需要精力的节骨眼上，他却天天放着各种会议和项目谈判不管，去陪孟景川干这个干那个。只要是孟景川看中的项目，不管我费了多大力气，赔了多少酒，受了多少屈辱，最后都会被黎思雅安排进孟景川手里。一旦出了问题，就直接把我推出去给他擦尾巴。善后公司年会评选，这个从来没接过一个项目的孟景川，居然一跃靠着我手里被抢走的项目，成了公司的销冠。我追求了黎思雅3年，恋爱5年，竭尽全力照顾她，生活上无微不至，工作上殚精竭虑。我向她求过无数次婚，得到的答案永远是她想再等等。不说羞辱不羞辱，光是每次求婚的精心准备，就不是一个小工程。可孟景川来公司1年，黎思雅就用分手威胁了我将近200次，在家里句句不离这个小助理，每天什么事都想着他，早出晚归，魂不守舍，一副被勾了魂的样子。这1年里，我的生日、纪念日，还有我父母的忌日，全都被黎思雅抛在脑后。每次我精心准备，让他准时参加，偏偏那个该死的孟景川总会出点什么事，黎思雅就会立刻放下手头所有事，马上跑去找他，美其名曰对这种性人才要珍视。说白了，这不过就是他给自己偏爱孟景川找的借口罢了。思雅，走吧，该去领证了。孟景川站在我工位旁边，冲着黎思雅办公室喊了一嗓子，他连看都不看我，嘴角挂着笑。我知道他就是故意在我面前显摆。黎思雅打扮得精致得很，从办公室走出来，把一个文件拍在我桌上。周恒宇，这个特效修改案找人弄好，我领完证回来看。说完，他把东西一放，转身就挽住孟景川的胳膊。我听见孟景川小声问他，既然今天你跟我结婚，那我能不能当你1天的丈夫？我没听见黎思雅回话，也不想听了。等他们俩走了，我直接在系统上点了离职申请。人事很快就批了，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就是最好的表态。我抱着东西走出公司大门，看着大太阳，眯了眯眼，心寒吗？也许吧，但更多的是一种释然和可惜。不是可惜我跟他的感情，是可惜我这么多年拼命奋斗，居然换来这么个结果。我跟黎思雅也过过苦日子，那时候刚毕业，窝在出租屋里啃馒头喝凉水，还做着白日梦，幻想有一天当大老板。窝在出租屋里啃馒头喝凉水，还做着白日梦，幻想有一天当大老板。早上烤鸭，晚上海参，那日子是苦，可我是真的开心。现在想吃啥吃啥了，他却爱上一个啥也不是的外籍人。我所有的钱就剩郊外那栋别墅，我本来想在那居家办公，住的舒服点，也买得起。结果黎思雅为了离孟景川近一点，在市中心租了个平层，美其名曰方便上下班，别墅给了他父母住，而我还窝在当初那个出租屋里，我自己一个人住，够活着就行。所以大件行李还有我父母的遗物，我都放在别墅里了。现在分手了，该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。去别墅的路上，我在车里刷到孟景川发的朋友圈，虽然我只当你1天的丈夫，但我会用一辈子去呵护你。配图是他俩的结婚照，照片里黎思雅眼里的爱意都快从屏幕里溢出来了。我又想起他看我的时候那双冷冰冰的眼睛，我自嘲的笑了笑，还真是什么都没给我留下。很快就到了别墅门口，我按了门铃，是黎思雅父亲开的门。他本来脸上还乐呵呵的，一看见我，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。他满脸
脸冷漠地看着我，又朝我身后看了看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你这也没带工人来，买的不是大件。以往我每次到这个别墅来的时候，我都是来给这别墅填上一些家具，一是让黎思雅父母住得更舒服方便一点，二是这毕竟是靠我自己双手挣出来的房子，装修一下自己的家总是没有问题。我看着他那张冷漠的脸，看在他是老人的份上，没有那么对他，还是挂上了笑脸。没有，叔叔，我来拿一下我爸妈的遗物，我准备给拿到我那边去。毕竟现在让2个老人搬走不合适，也得给他们收拾收拾的时间。这时候黎思雅的母亲从后边拿着手机跑了过来，脸上挂着笑容。老黎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看这手机说了混血，小宝宝一般都漂亮好看，就是不好养活。小宝宝一般都漂亮好看，就是不好养活。他话还没说完，眼神透过老花镜直直的看向我，眼神一下子变得冷冽起来，眉头都皱了起来。他低声墨迹了一句：“这个丧门星怎么又来了？”我压下火气，没有去管他，只是装着没听见，继续说着：“叔叔，你让我进去一下呗，我就把东西拿了就走，还挺贵重的，您放着也不放心不是？”他父亲一下冒起了火来：“周恒宇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家大业大，还能贪没你那点东西不成？现在家里有事，你过2天再过来吧。”说罢，一声巨响关上门，大门差点砸到了我的鼻子，愤怒压在我的心头，久久无法散去。这明明是我全款出钱买的别墅，装修更是我一个人出的钱，他们2个老人说白了只是借住而已，凭什么不让我房屋的主人进去？我看着老人这样子，恐怕硬闯进去也没什么好下场，找到律师再去说这些事吧。可是愤怒还是在我肚子中燃烧。我突然想到，我父母留给我的一对玳瑁的袖口，还被我留在了黎思雅的办公室里，我要把它给拿回来。当我再次回到公司的时候，黎思雅和孟景川已经领完证回来了，正在享受着全公司的祝福。虽然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黎思雅原本的男朋友是我，可是现在所有人也都明白，在这个公司继续干下去，该讨好的人到底是谁？我原本不想自讨没趣，绕过人群直接去办公室拿东西离开这里就够了。可是孟景川一抬手，他手腕上的那一对袖口吸引了我的目光，我的手指紧握，眼神泛红。那是我父母留给我的袖口，对于老人或许我还愿意留点尊重，对于黎思雅我就没什么可避让的了。我大步冲上前去，直接抓住了孟景川的袖子，举起黎思雅的面前来。黎思雅，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过，这是我爸爸妈妈留给我的遗物，你拿这种东西送人。孟景川被突然冲出来的我吓了一跳，直往黎思雅身后钻。黎思雅站在他身前，像是一只保护小鸡的母鸡。你突然抽什么风？周恒宇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很不礼貌？我攥着拳头紧紧看着眼前的孟景川和黎思雅，眼神越来越冷冽。黎思雅，礼貌？你拿我父母的遗物送给小三，你跟我谈礼貌？这个时候，孟景川却突然跳了出来。周，可是现在和思雅领证的是我啊。依照我对中文的理解，小三应该是婚内出轨的另一方吧？可是按照现在这个情况看来，我和黎思雅领了结婚证，应该被称为小三的人是你。说完，他指着我的鼻子一字一句，字正腔圆地说道：“小三。”这一句话直接给我说成了沉默。这话一出，一片哇的声音响起，似乎在赞扬孟景川的理由。孟景川立刻也挺起来胸口看着我，我实在是气不过，一时张开嘴不知道要说些什么。黎思雅看着把我反击回去的孟景川，嘴角居然带上了一丝赞赏的笑容，仿佛我的吃瘪对于黎思雅来说是个那么让她开心的事情。我继续说着：“那这袖口你该还给我吧，这是我父母的遗物，你为什么拿它送给别人？”黎思雅眼神不善，继续说道：“不过是一对袖口而已，能有多贵？说起来没完没了，就算我给你全摔碎都进垃圾桶里，又能赔多少钱？我还真就不稀罕了，一个孤儿而已，还敢在我这耀武扬威。”黎思雅毫不犹豫，直接从孟景川手中拿回来那一对袖口，直接丢向了地上。一对破袖扣吵得没完没了，我想扑救，可是他摔得实在是太用力了，我还是没有来得及补救。我摔在地上，亲眼看着我的袖口碎成了一块一块又一块，拼不起来了。我的心里有些东西似乎也跟着破碎了。而黎思雅似乎这样还不够，疯狂地辱骂着我。刚才我就接到了电话，没有直接骂你，想给你留个面子，没想到你在这耀武扬威起来了。那个项目到现在你还是没有处理。孟景川被人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这种事出现过多少次了，还每天惦记着那些破烂东西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开始我们分手了，你赶紧给我离开公司，给我滚！我站起身来，浑浑噩噩地走出了公司，却收到了来自黎思雅的最后一条微信，除了礼物，还有那套别墅和那些家具，你连一个子都拿不走。我看着手机里红色的感叹号，叹了一口气。我忍让着所有人，可是所有人都把我当成傻子，当成好欺负的对象。所有人都把我当成傻子，当成好欺负的对象，拼命地侮辱我，霸占我的一切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没有必要继续忍让下去了。黎思雅，你是怎么做弄的我？请你记住，敢如此羞辱我，你对我做的一切我都会如数奉还。我抱着我的东西走在了大街上，愤怒压过了我的泪水。这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，我看了一眼电话号，接了起来。怎么样，都处理好了吗？对面的声音出人意料的温柔，连带着我的火气都消下去了些许，基本都处理完了，就是可能有些事还需要你帮忙。电话那头轻轻一笑，继续说着：“你麻烦我才是好事呢，你要是不麻烦我，我还得想办法给你买点啥。放心了，有问题直接联系我就行。对了，你现在在哪？我开车去接你吧，我真怕你一会跑了。”我报了我的地址，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下。好久没有见过他了，没想到在见面的时候居然是这样的场景。不一会，一辆红色的保时捷缓缓停在了咖啡馆门前，一个明艳自信的女人迈步走了下来。周恒宇，好久不见。林以沫，好久不见。林以沫，我大学时期的学妹，和我在同一个导师手底下学，大学时期就创建了自己的企业，现在更是干到了整个行业最顶尖的那一批。黎思雅的公司和她的公司甚至连放在一起比较的资格都没有，但是恰巧最近2家公司都在进攻动作特效这一方面，恰巧在动作捕捉和特效制作这方面我非常擅长。我跟林以沫寒暄了一会，她便急忙拉我上了车。这是干
什么？我还以为还要再寒暄一会，没有空寒暄了。你1分钟没办入职，我这心里就担心1分钟，赶紧落实了比什么都强。我看着他求贤若渴的样子，心里一阵的舒适。我在黎思雅的公司，所有人都把我当作甘愿付出的牛马，而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我应有的尊重。我研发的动捕软件和特效、引擎这些专利都在我的手上，我也从来没有用过原公司的电脑，都是用我自己的电脑操作，再把成品放在公司电脑上。目前整个圈子里，只有我的软件和引擎能达到一些高要求的拟真需求，比如流体水、细节毛发和精准的动作修改等等。可我把这些东西带走，黎思雅的公司却炸了。在我走的那天，所有人拿着我剩下来的项目和特效片段交给甲方，却统一得到了一个结果：不行。黎思雅看着眼前摆在桌子上10多个解约合同，把头发挠得爆炸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？为什么通不过？她的双眼通红，毕竟从昨天开始，全公司上下正在忙碌的10多个项目几乎全部停摆，要不然是接手的人不知道，甲方的要求胡乱改了一顿，被甲方一顿暴骂之后拿回了自己的片段，要不然就是把结果发给甲方后，那边就是说片段达不到之前的要求，好几个已经撤回解约了。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特效，达不到之前的要求，好几个已经撤回解约了。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特效、片段修改和游戏画面音乐。现在这些大公司的项目和几个备受关注的项目，本来都找到了黎思雅的头上，这一下全都拿了出去。孟景川小心翼翼地敲响了黎思雅的办公室门，看着崩溃的黎思雅慢慢走了进去。思雅，怎么了？怎么突然这么暴躁？此刻的黎思雅那里还有心情去讨好偏爱这个孟景川？整个公司即将停摆，她低着头，声音暴躁：你要是有解决方案就说，没有就给我滚。思雅，我觉得公司可以开始尝试转型，毕竟我以前作为一个策划还是非常优秀的，公司不会离了周恒宇那个家伙转不了了，你可以尝试着相信我。黎思雅眼底露出了纠结的神色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长叹了一口气，答应了孟景川的要求。可他却没有看到孟景川眼底那抹得意。几天后，我听说了原公司开始转型的消息，我有点关注。至于为什么，林以沫自从把我拉来他公司之后，立刻专门为我组建了一个部门，本来打算让我负责新业务，但是发现了我的策划天赋以及技术力之后，立刻给了我足够的自由权利。他丢下一张卡给我留了一句话：这张卡里有200万，公司最后的投资金，我现在全放在你手里，你自己去做，干什么都行，不管亏不亏钱，我给你兜着。我看着这张卡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和黎思雅恋爱了这么多年，我的工资卡一直放在黎思雅那里。他告诉我，男人有钱就变坏，我兜里能允许我自主支配的钱从来不超过300。我攒下来的钱、买的房子、收藏的东西、专心做的装修，甚至父母的遗物，全都被黎思雅抢走，一点不剩。可是我刚刚入职这么长时间，林以沫就敢把这么多钱压在我身上，或许这就是在乎与否吧。暴君黄金台上映，提携玉龙为君死，而恰巧黎思雅的公司转型后和我的方向一致。不好意思了，黎思雅，无论新仇还是旧恨，这次我要一起报了。作为试水之作，我的第一款游戏有我的抱负，我相信我的技术，也相信我的眼光。至于黎思雅的公司，早就爆出了由孟景川来亲手操刀制作的游戏。作为2个之前一直针锋相对的公司，我们的游戏也正好卡在了同一天上线发售。我十分清楚孟景川的能力无限接近于没有，当然这不足以彻底把黎思雅一拳打死。我看着特意找林以沫帮我调查来的事情和我以前积攒下来的证据，笑了起来。黎思雅，你送给我的，我会如数奉还。很快我们2家的游戏都到了上线的日子，我坐在电脑前看着眼前的屏幕，不过我看的不是我的，而是黎思雅公司的游戏发售。不得不说，我以前教出来那些员工做 CG 实在是有一手去，毕竟以前做过动画的特效和外包制作，宣传片可以说是精美绝伦，玩法也是令人心动。但是我不相信他孟景川能做出这些东西来，而黎思雅又不懂，只是听信了孟景川的盲目转型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做出怎么个垃圾来。发售时间到，我给他们贡献了一个销量，5分钟后我退款了。这款游戏可以说完全是一部电子垃圾，世界观拼接，玩法一坨，除了精美的充值页面，其他全是垃圾。再无聊的有钱人宁愿去玩小程序游戏，也不会玩这个的程度。我看着这一切，嘴角上扬。黎思雅，一切即将到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刚刚给律师打完电话，手机立刻响了起来，是黎思雅，她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，带着几分急切和不安，瞬间打破了我心中的平静。喂，是我，黎思雅。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颤抖，似乎正经历着什么重大的变故。公司的投资方突然都撤资了，孟景川和我之前做转型好像失败了，现在资金链断裂，我们填不上这个窟窿了。我不想这个公司破产。我心中冷笑一声，这个曾经让我倾尽所有去爱的女人，如今却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用这样的语气向我求助。分手的决定是我深思熟虑后的结果。那些日子里，她的冷漠和背叛像一把利刃，深深刺痛了我的心。如今她凭什么认为我还会为她操心？黎思雅，我们分手了，我怎么可能再去管你们的事情？我怎么可能再去管你们的事情？我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冷漠，却也藏着几分无奈。当初你把我房子抢走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电话那头，他似乎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再次开口，声音里多了几分哀求。我知道以前是我错了，我不该那样对你，但现在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你能不能借我一些钱，让我度过这个难关？真没想到这么不要脸，还敢问我借钱。他真以为我还会像以前那样无条件的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带着冷笑，决定将事情说清楚。黎思雅，你应该知道，这个公
公司离了我，已经没有多少希望了，而你又做出了那么愚蠢的事情，居然相信那个孟景川，你当初的选择就没有给自己留后路，你该知道的。而且你凭什么觉得你那么对我，我还会帮你呢？电话那头再次陷入了沉默，我能感受到他的紧张和绝望。片刻后，他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几分哭腔。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，我以前太任性了，从来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。现在我可能要背上巨债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对不起，我真的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？原谅谈何容易？那些伤害和背叛已经在我心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。看着律师给我发来的东西，我笑了一下。黎思雅，你有想过在我离职被你赶走的时候，我住在那里吗？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。住在那里吗？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。我继续质问道，我父母的遗物呢？你把这些遗物还给我，我就借你钱，很合理吧？黎思雅那头又是一阵沉默。我早就知道我父母的东西被变卖了，因为买家就是我。他收集起来做游戏的那些钱，基本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。不过现在一样不少的都到了我的手里。我听着电话那头的沉默，笑着说道，没有了对吧？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因为你的房子和遗物都是我买的。不过你也别感谢，这本身就是我的东西，你既然拿了，就要付出代价。这套房产原本是我全价购买的，包括装修，一共1500瓦，由我自己的账户出钱，所以这是我的婚前财产。即使我写了你的名字，这个房子的实际拥有者也是我。而我父母的遗物，我已经找人鉴定过了，每一个价值都不低于200瓦。至于那一对袖扣，价值1200瓦，而前段时间失踪了。我报警之后，警察在你家发现了这些东西，所以现在我已经起告你了，涉嫌金额重大，有关部门已经审理了，传票应该也在路上了你。我轻笑了一下，跟他说，我调查过了，你的钱应该刚好够还我的东西，给我赔偿。你让我净身出户，我也让你干干净净的进去。说完我便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事情似乎暂时告一段落，有关部门的开庭日还没到，我心地善良，还给了黎思雅几天筹钱的时间。而那天我正在家休息的时候，一阵急促的手机声音打破了夜的宁静。我接起电话，那头是保安焦急的声音，先生，有一位女士在您家门口跪着，还开了直播，情况有些混乱，您看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不用多想也知道是谁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，告诉保安先稳住局面。我随后就到，走出客厅，穿过花园，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，他跪在我的家门口，头发凌乱，脸上满是泪痕，身边还架着一台手机。直播的画面里，他不断的磕头，哭诉着自己的遭遇，祈求我的原谅。一看见我，黎思雅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，把镜头对准我，声泪俱下。恒宇，我真的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？我们恋爱这么多年，风雨共度，怎么能因为一个误会就结束呢？孟景川他骗了我，我是被他蛊惑了，他现在一看局势不对，拿了所有钱跑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真的错了，我没有办法了，现在只能找你帮忙了。如果你不愿意原谅我，我恐怕只能以死谢罪了。原来孟景川跑了，怪不得他这么着急来找我，也只有孟景川不在，他才会想起来我。然而令我震惊的是，直播间里的评论如潮水般涌来，大部分都是在指责我的冷漠无情，说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，抛弃了曾经深爱过的女人。看着那些刺眼的文字，我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愤怒和无奈。这些人他们根本不了解事情的真相，就妄下结论，何其可笑。我走到黎思雅面前，冷冷地看着她，试图从她的眼神中找到一丝真诚，但看到的只有绝望和算计。依旧在直播中哭诉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愿意用一切来弥补，只求你能原谅我这一次，我最爱的还是你啊。我终于忍不住开口，黎思雅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以为这样我就能原谅你吗？你欠下的债是你自己的选择造成的，与我无关。而且你别忘了，这些事情到底是谁主导的？是谁要赶走我？是谁要让你转型？又是谁控制了公司的钱？孟景川是怎么对你的？他卷走了公司仅剩的一点钱，跑路了，留下你一个人面对这一切。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情，这就是你曾经口口声声说的共患难。在你心里他不是什么都比我好吗？现在又算什么？他猛地抬起头，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和愤怒，但更多的是绝望。他突然开始剧烈的磕头，把头都磕破了，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。直播间里的观众被这一幕深深打动，开始纷纷指责我的无情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冷静地把他以前的所作所为都说了出来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没有给我过一个生日，却给刚认识的孟景川举办盛大派对，转头指责我不懂事吃飞醋。为了他，你包庇他顶替了我的荣誉，说公司所有的贡献都是他的。为了他，你包庇他顶替了我的荣誉，说公司所有的贡献都是他的。跟我在这里说这些事，我这些年给你拼命奋斗了多少钱，而我呢，一分回报都没有看到。现在你有什么脸这阵子了说我冷漠，说你最爱的是我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开始沉默了。我笑了一下，现在可以放大招了，拿着我的钱去养小三，你也真说得出来爱我这2个字。一边说着，我一边从怀中拿出了起告书，摔在了他面前。就在这时，保安们走了过来，礼貌但坚定地请他离开。黎思雅还想挣扎，但最终还是被架走了，直播也随之结束。我站在原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，但我知道他在我心中留下的伤痕可能需要更长的愈合。我转身回到别墅，关上门，把一切都隔绝在门外。一个人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是林以沫。喂，周恒宇，我刚才看黎思雅直播了，你很帅哦，我还得在国内待几天，我刚发现了一个不错的小馆子，你要不要来吃一口？我知道这是他的一种安慰方式而已，我刚想要拒绝他，他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，是一桌子小吃，都是我爱吃的东西，我看着竟然有些食指大动。行，发个位置。我拿起车钥匙坐上了车，嘴角微微弯起，看来这个治愈自己的时间要比我想象的短不少。黎思雅的直播闹剧席卷了整个网络，将我的名字也卷入其中，推向了结论的风口浪尖。热搜榜上关于他的新闻居高不下，各种评论、猜测、指责如同潮水般涌来。我没有选择找人压下这些新闻，
也没有去理会那些无端的指责和谩骂，而是选择了沉默，将一切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的新计划之中，成立一家全新的公司。我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，更是为了向所有人展示，即使经历了这样的风波，我依然能够站起来，重新开始。然而，这场风波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。随着黎思雅的直播事件不断发酵，有人开始深挖背后的故事，孟景川的行踪也被曝光了出来。起初，我并没有太在意这些消息，毕竟他与我已经没有了任何瓜葛。可是几天后，一则更加震惊的新闻让我彻底愣住了。黎思雅因为欠下巨额债务而陷入了疯狂。她在网上看到了孟景川的行踪后，竟然独自一人尾随其后，最终在一场激烈的争执中用刀捅死了他。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开，瞬间在网络上炸开了锅，而我也成为了这场闹剧的间接关联者。他曾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，但如今却走向了这样一条不归路。我深知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黎思雅和孟景川的结局，或许就是他为自己所作所为付出的代价。开庭当天，我去了有关部门送他最后一程付出的代价。开庭当天，我去了有关部门送他最后一程。黎思雅看着我有些恍惚，我看不出来他的情绪，亦或者是说他已经麻木了。我对不起一个人，我要和他说一声对不起。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，可是我没有珍惜他。我不祈求他会原谅我，不过我就要死了，希望他幸福，忘了我吧，不要因为我受影响，我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收拾好心情，我更加坚定了自己成立公司的决心。我要让更多人知道，挫折与磨难从未真正难倒一个人，只要心中的梦想未曾熄灭，就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舞台。我开始亲手筹备公司的一切，从选址到装修，从招贤纳士到厘定方向，每一个环节都不假手于人，力求极致。终于，在我持续不懈的努力下，一家崭新的公司诞生了。我不仅亲自担任负责人，主导产品研发，更把自己从挫折中悟出的道理教给年轻人：如何面对失败，如何守住梦想。看着工位上那些拼命奋斗的年轻身影，我仿佛看见了当年那个不肯低头的自己，那份对生活的热爱，那份为梦想拼尽全力的执念，让我心中满是欣慰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，不只为我自己闯出了一片天，更为那些同样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搭建了一个可以起飞的平台。如今，公司已稳步走上正轨，而我也在这一路收获了成长与喜悦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但只要心中有梦，就一定能走得更远、更坚定。